听到海伦娜的话，霍华德嗤之以鼻，他气恼地质问：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，他们都不敢说这样的话，你凭什么？海伦娜微笑道：你的团队治不好你的病，但我能。说罢，海伦娜从随身携带的手包里掏出叶晨给的散血救心丹，对霍华德说道：这颗丹药来自古老神秘的东方，只要服下它，你就能恢复如初。为了打消你的顾虑，我可以在我们谈条件之前，先免费给你服用1/10，让你切实感觉到它的疗效。之后咱们再心平气和地聊一聊报价。霍华德几乎没有任何思索，便一脸鄙夷地说道：我才不会相信这种粗鄙的药丸，这种垃圾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。海伦娜不屑地说道：你如果相信科学，为什么还会惧怕破清会？比科学，他们会是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对手吗？霍华德一下子有些呆滞，他只知道破清会神秘、古老、强大且残忍，但也搞不太明白这个组织真正的核心是什么。至于修道，他心里和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，是根本不信的。海伦娜见他一时不知如何反驳，便继续道：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说句心里话，我至始至终都没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拉近关系的想法，别说联姻，做朋友的兴趣都没有。而我今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也完完全全只是为了跟你谈这笔生意。所以你不用怀疑我的动机，我既然亲自来了，背负的不止我个人荣誉，还有北欧皇室的声誉，所以我不可能害你。说罢，他从霍华德的病床前拿过一个水杯，见里面还有大概1/4的水，于是便又用自己一枚树叶形状的胸针，将那枚散血救心丹刮下约莫1/10放入杯中，使其融化。霍华德一见他的动作，便猜出他是要来硬的，紧张的连忙说道：你要做什么？我警告你不要乱来。我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绝不会饶恕你。海伦娜轻笑一声，反问他：罗斯柴尔德先生觉得我害你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死了，你的万亿家产1分都不会到我的口袋里，我还要为你的死背负法律责任和骂名。我堂堂北欧女皇，怎会让自己沦落到那般境地？霍华德知道他说的有理，但看他手上的动作，还是有些惶恐地说道：那你弄那颗丹药是要做什么？海伦娜淡淡道：当然是先让你喝掉，你口吃得太厉害，跟你沟通起来确实太费力气，你把这些药喝下，口吃缓解一些，我们再沟通，这样也能给你省些气力，你说是不是？说罢，海伦娜来到霍华德病床前，见他一脸惶恐，又道：不好意思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我们北欧皇室平时的行事风格是很端庄的，今日有些粗鲁，也是为了节省你的时间，你多体谅。霍华德吓坏了，惶恐地说道：你不要过来。说着就想伸手去按呼唤铃，可是霍华德毕竟中了风，身体已经偏瘫，说难听点，连根雪夹他都夹不稳，这种情况一紧张身体更不听使唤。海伦娜没给他反抗的机会，直接伸手捏住他的两侧脸颊，强迫他将嘴张开，随后便将化了散血救心丹的水直接倒进了他的嘴里。霍华德吓得面色惨白，双腿想蹬想挣扎，但哆哆嗦嗦的根本使不上劲。他以为海伦娜真是要把自己毒死，整个人几乎就要吓昏过去。他原本还想把倒进嘴里的水吐出去，可是海伦娜哪给他机会，趁水都在他嘴里，另一只手便将杯子丢到一旁，直接卡住他的下巴，猛地向上一提，口中淡淡道：喝了吧你。霍华德下巴被提起来的瞬间，食道也瞬间打开，本就不多的水直接顺着食道进了胃里，喝得一干二净。霍华德眼神已经充满惊恐，脑子里想的是自己可能已经来不及跟这个世界道别。下一秒，
当霍华德感觉胃里升腾起一股别样的暖流时，心里更是惊恐至极，心想海伦娜这个毒妇定是为我吃了毒药，现在毒药马上就要发作，我死定了。可惜我霍华德一世英名，没想到死的时候竟然这么窝囊。想到这里，霍华德怒不可遏地脱口道：海伦娜，上帝一定会让你下地狱的。海伦娜点点头，反问道：上帝为什么会让我下地狱？霍华德骂道：你对我下毒，上帝怎么可能会饶恕你？海伦娜微笑道，淡然道：看来你口吃的情况好多了，再感受一下，其他症状有没有改善？霍华德一听这话，先是一怔，随即忽然明白过来，脱口道：现在说话真的不怎么口吃了。说完，他试着活动自己的身体，明显感觉自己对身体的掌控比之前有了不小的改善。他霎时间惊呼道：这也太神奇了吧，难道都是那一点点丹药的效果？海伦娜从床头抽了张纸，一边擦着刚才捏霍华德下巴的手，一边叹气道：对付你这样的人老顽固，还真是要上点手段才行。说完，海伦娜又道：早跟你说了，这颗丹药不仅能治好你的病，还能让你的身体比之前更好一些，现在信了吧？霍华德连忙道：信了，我信了。哦不，女皇陛下，你能否再给我一些丹药？我想试一试更明显的效果。海伦娜摇头道：霍华德先生身居高位，可能很少去逛超级市场。超市机场虽然也有免费试吃的服务，但没有哪个品类是能让你一次吃饱再考虑买不买的，所以在价格没谈拢之前，不可能再给你任何丹药了，还请见谅。霍华德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好，如果这颗丹药能让我彻底治愈，我愿意出1亿美金。海伦娜愣了愣，随即看了看腕表，笑道：不好意思，霍华德先生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，你慢慢恢复。哦，对了，没什么事就不要让人跟我联系了，我平时太忙，不想浪费时间。再见。